25年的3月31日，我这个 OCR Subtitle 呢，经过最近几个版本的升级，有了比较多的改进。这里我带大家过一下，也是我自己做一个备忘录吧。现在这个界面是直接映射了我的 iPhone 15啊，向左推，向左推，然后点右左上角的这个信号，它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提取这个字幕的模板。这个模板呢有几块有比较大的改进啊，一个是可以重新命名，然后可以重新改字语言，然后 sample rate 就是你取样率啊，我们对这个视频里边你是1秒钟取几张，现在这个设置是1秒钟取6张图，在6张图里边去提取字幕，叫 OCR 扫描这个字幕，然后再把它拼接成最后你需要的 SRT 的这个文件。如果你取样率低的话呢，那么你的执行速度会更快执行速度会更快，但它会存在一个误差。比如说你这个字幕出现在10秒的位置，那么紧跟着你在第10.2秒的位置改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取样率只有每秒，比如说每秒只取一次，那你可能改变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字幕呢就会丢失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我这个默认呢是取5次，每秒取5次这个是基本功能。那么在最近的几个版本里面呢，改动比较多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文本的颜色和这个 border 的颜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啊？就是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假设我从这个视频里提出一张这样的图片，那么它的文字呢，我们假设它放在这儿放一个字幕文字文字。我们在扫描的时候这个程序会在这个扫描的过程中呢，它会发现这个文字和背景其实是冲突的，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很多的字幕都是内部显示是白色改一下，内部显示是白色，然后外面有一层这个包边儿。我这个界面还设计不了包边改不了包边就这个意思嘛。你看这个文字的字如果落在白的背景上，它是就是 OCR 是扫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这种包边。这种包边一旦设置以后，我们的程序呢就会这样进行操作一个是文字的颜色，一般设置成白色边呢设置成黑色。那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看一个实际的数据我们看一个实际的数据，这是实际的。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看到如果遇到这样的字是白，边是黑的话，那么我的程序会怎么处理呢？我的程序呢会把你有字的这个位置呢，用边框的颜色来填充，把底下的这种蓝色深蓝全部填充黑色，这就要变成了黑底白字所以这种方法呢会提高整个的这个扫描的准确率提高准确率。第二个设置呢叫是否文字居中现在是打开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这个文字如果我扫描到了，比如说我扫描了这2个字，当我发现这2个文字呢不在你视频的中间，那我认为是什么呢？是你的背景，就是说我可能在这儿出现了一个视频中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广告，那我把它当做背景来处理，这时候就会把它抛掉减少了这个背景的这个错误干扰那么我们在建立这个模板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有界面，大家选择一个你现在的这个字幕位置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把这个界面里面，比如说你点了这个位置，那我整个的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只会扫描你选择的这个区间比如说你选择这个位置，那么我只扫描这个区间，不会多扫描了这样的话程序的效率也会更高。好，最后一个就是 debugger made 一旦打开呢，我会在程序里边呢显示这个
这个提取过程中的一些数据啊，我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看见啊，也许看不见，看看啊，这都啥呀？这不是在这儿，在这儿 ，Subtitle Image 看。好，这就是我在这个做 OCR 的过程中，对提取的这块图片啊进行的这个文字提取。像现在这个数据呢，在这个 EVA 的测试过程中呢，就出现了有个别的字啊识别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视频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背景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像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用现在的这个设置界面里边的这个参数啊，这些参数组合，文本颜色，边框颜色，居中检查。并且这个视频呢要大于1920×1080这样的一个分辨率啊，在这种模式下识别出来的文字，它的准确度可以几乎达到100%啊，就是达到了就是提取完以后不进行人工检查，直接就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下一段视频呢，我介绍一下这个文字的这个识别过程中的一些容错啊，另外2个容错，一个是视频的。这个里边图片的指纹排重，还有一个呢，就是视频在翻转的情况下啊，这个侧面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扫描识别的。升级中呢，SRT Subtitle 这个 Subtitle OCR 呢又升级了一个新功能，就是 EVA 呢，它在做视频的时候，它用手机横屏录制了别人的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视频它是左转90度或者是右转90度的。产生这个事情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当这个屏幕进行录制的过程中，它总是从上到下一行一行的录下来的，一行一行录下来。当你手机是横屏状态下的时候呢，它其实存储的东西呢还是一行一行录下来，以至于在存储在设备上的这个视频，最后存得的这个视频呢，其实呢它是拧着的。它是比如说它可能是这样的，存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它仍然是从左到右一行一行一行录下来，一行一行录下来。那大家会说我自己看视频的时候没出现这种情况。是的，它录下来以后，它另加了一个参数，就描述这个视频本身它需要旋转一个角度，然后再显示出来。所以大家就不会出现这个看出来有问题。但是在后台数据处理的时候，程序处理的时候，那么我要提取的这个文字就换位置了。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需要右转90度才能正常显示的。那么我提取的范围呢，提取的这个文字范围呢，就应该改成这个位置。注意这个坐标就发生了变化啊，在这个数据内存里边读取的时候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这个叫什么 interesting， 就是在扫描的范围是从左下角开始的，全部是100%的坐标，而这个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数据呢是从左上角为坐标，是以像素点为这个单位进行处理的。这个特点呢还是非常的不好处理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函数可以看一下，叫 create regional， 在这儿这已经给它打包进去了啊，就是进行这个数据位置的这种提取处理。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设置参数来进行工作的啊，省得忘掉了。前面呢拿到一张这个照片啊，就是为什么说是照片呢？就是视频里边其实我不断的往外拿一张一张的，一般视频都是30帧每秒啊，那就是每秒钟可以拿出30张照片来。那么我们记得前面的视频里介绍了，说每秒你取几张啊？如果你每秒取3张的话，那么我就会扔掉2张，对吧？不是，如果你每秒钟只取3张，那我就直接就扔掉了这个就只保留3张了，就变成每0.33秒才保留1张图片送进来进行这个处理。在这个处理过程中呢，首先对这个如果你设置了这个边框颜色，那我在这儿会进行处理啊。这个函数会把这个 pre 的 full image 提取为把这个边儿进行填充颜色，填充颜色以后呢，就变得更加清晰，减少了背景对这个 OCR 的影响。
紧跟着呢，我们用了这个 scan 函数。scan 函数呢，它这个里边我们大概过一下，省得我自己忘了啊。用的是VN Image Request Handle 来进行对这个 image 进行扫描处理，同时带进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这个图片的方向啊，图片的方向。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旋转的问题哈。处理完以后，它会返回一组扫描之后的结果。在这些结果里面，首先我会扔掉一些 confidence 不足的，就是 OCR 结果，自己就说我这个扫描信心不足啊。这个是用苹果的这个 OCR 函数实现的。紧跟着呢，如果你设置了检查这个 title 是否这个字幕是否在中间，那么如果它的偏移超过了0.02%，那么我就丢掉了，就不要了这个数据。然后这是一个进度显示部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提取这个识别的这个图片，并且呢，为什么要把这个图片提取出来呢？因为这张图片我要做一个指纹。为什么要做指纹呢？就是因为 OCR 的确不够精准啊，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现在扫描的文字它这个ABC， 然后和 ABC 多了个空格这种情况经常会被扫描出来，他认为这两个就是不同的这种数据，其实就是距离相对大了一点点。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用这个图像的相似度判别，就能够发现它是属于同一个东西的它是同一个字符串的。所以这里我引入了叫我起的变量名叫 fingerprint image 每一个扫描的结果都会附带一张图片，在程序里边呢最后呢会根据这个图片生成一个指纹。我们看到在这儿在这儿这里会生成指纹signet build 这个指纹。怎么 build 指纹呢？用的是这个方法叫 VN Future Printer Observation 这种方法来计算出一个这个图片的一个指纹信息，并且把指纹信息保存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然后在这个输出这个 SRT 文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指纹的距离计算看看在哪里这儿 make SRT 文件就是最后生成的时候这是排序，然后在这里边是的如果字符串完全相同，那当然好说了，它就是一个没有变的一个字幕。这里边是有一个 distance 这个计算这个 fingerprinter 的 distance 这还是有点意思的。这个都是这个由苹果公司的这个指纹计算函数和这个距离计算函数来使用的。我们看到它这个相应的函数在这里，好吧。最后这一部分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备忘录嘛，也算是。另外呢，就是有反映说它提取视频的速度呢比较慢，这个我也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后来跟踪了一下，发现它提取视频的时候呢，是用这个网络上，就是在自己局域网内的一个数据来进行提取的。这个时候呢，它的瓶颈呢，实际上在网络传输速度上，而不是在这个单机的 CPU 上。单机呢，使用的是4线程的方式来加快这个提取进度，速度还是比较好的，